在四川古蔺县黄金镇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了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原始森林之中。这个地方啊，山峦叠翠，奇峰异景，峡谷沟壑啊，那是数不胜数。居住在这里啊，真的是犹如桃源仙境般的世外桃源。尤其是这个地形啊，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居住房屋的这座山啊，三面都是峡谷沟壑，唯独这一座山呢，居住了一家人，并且它的前方呢，还有一个小山头挡住。你们猜得到这一户人家唯一的出山路是哪里吗？不是森林。大家有没有看到崖壁中间的栈道呢？这就是他们出山的唯一通道。我跟你们说，我来到这里呢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开5-6公里的这种盘山路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壮观和漂亮，并且这一路呢没有任何的手机信号。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沟子里了，这边的水源也是不缺，看到没有？这里有一条水沟。这个地方的整个环境呢是有点像那个湖北恩施的高邑台村那个独家寨啊，它的地形比较相似，而且这里呢我觉得会更加的漂亮一些。我们现在就是走在这个半崖的栈道这里，穿过这个崖壁呢就能到达那独户人家居住的地方。我现在呢是站在这个悬崖中间的这个栈道下方，给大家感受一下。哇，特别深的一个深坑沟壑，从我这里下去大概有100多米啊，非常震撼的场景。这里是从那边拉过来的电线杆啊，咱们继续往前走一段呢，应该是差不多就到房屋的地方了。这段路真的是非常的美啊，这个绿油油的一片，是吧？看去让人心旷神怡啊。我们来到这里之后，是不是豁然开朗的感觉？那他们种了非常多的土地啊，各种各样的农作物都有种，这一个湾草都种起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整个下边全是很深的峡谷，但是因为有这个树木遮盖，对吧？我们看不到沟底的一个情形。实际上这些峡谷是非常非常深的，它比这个湖北恩施的独家寨的这个峡谷还要深。那么这一户人家呢，就住在中间这一个独山上，后面呢是延绵数公里的这种超级大山。那正好这个山行走在这里之后呢，它形成了一个这个驼峰。如果在这个远古时代冷兵器的时候，它完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就在这边悬崖峭壁上进行一个把守的话，是没有人可以来到这里的，因为整个周围全是非常大的原始森林。这个地里啊，全部种的是红薯藤，对吧？那咱们可以看到这一户人家的房子是非常大的，感觉以前也是大户人家呀，大家说是不是？那里好像还有一些老茶树啊。土地就在这个家门口，不需要走很远去种地，对吧？然后居住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像样。看看这房子建的，哎呀，哎，水吃饭没得？走那边来呀！哎呀，你们这儿安逸哦。不用不用，有水。你们这个位置可以哦，我觉得。你们贵姓呢？就是一个家族哈。有好多人了现在？10多个，都出去了。你们这儿以前是搞过旅游区的嘛噻？没开发成功。挨上过来个栈道是你们自己整的嘛噻？他们搞开发的时候整的哦。他们没有打个路之前，你们往哪里出去？还不是走挨上？多盘下去。原来就有小路哈。哦，这边是到处都看不到了。这里下去嘛，贵的噻。哦，这土城方向走路啊，走得下？走个前2-3个小时。在这儿住了好久了，你们10年。本来在这边住了10几辈人了。那那个时候为啷个要搬来这里来住的？老祖先也说过不到。那个事情嘛，饥荒年代，逃荒相当于是。你们这儿是不是祖上有人当过地主的？有没得？我们老辈地主啊。就是爷爷辈是吧？我就感觉是这样。他是属于那种土地的地主嘛噻。俺们公24都黄金地。
就像西山国整体个桂花乡，那分18个吧。那桂花乡当过乡长，他说是3铁做，那3个银行呀，像贵州啊些山他们那么出卖完。都是他的。那个是就兴旺哦哈。那你们现在自己的土地山里还多不多啊？现在你这一方嘛，后头小的是按人口分上的是。那按道理你们一家人住在这儿，应该分得也多哎。多嘛，这山900好用。有几百亩啊，应该是有几百亩。几百亩才有没好用。朝成都跑来，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来成都买房的人，那是不是水土不服的？房贷、车贷老在盆底，还真的是，真的苦。那是披上梁山的，真的无路水事。为啥披上梁山跟山区所造成一个啥子啊？一个好一个好。在山区都是从初中一些出来，住在周围自己走到一些，驾驶少，如果周围打工经常去走球，有一个儿子二如果没事该安个家就为难。那自己去打工经常来经济是去弄个姑娘说好，让我要求就是要车要房，对，没车房就不干，铁肩脑壳可能去按揭，按这个家，对，整到非跟借抵可以贷房贷，每个月有几起的那铁球机，那打的工资他都早起，谁有水房，一样是个人紧巴得很。40%-50%是闭上梁山的情况。对。你小两个结婚没呢？没有。是男娃儿吗？姑娘娃？没有。现在看媳妇儿都恼火哎。老话，农村就是我大多条件，一般16、17岁姑娘儿，如果是读得起高中的，他个人就认识球了；没读高中、初中的，他有个时球打工个人走了。你屋头在3个乡家小伙找个没鞋子没球队，就是打工经常个人去跌，全部都跑出去了。我你就打工经常有人你整起到，对，一步就是往你车房，就是那种按揭什么整了是逼出来的，你是不是？你农村嘛，有些看着妈些你没求结婚，对，成都没结婚人多，对，还有成都人，你不晓得这也没多岁数，按你的30多40岁没结婚的多。多哈，多啊！为啥走到个前提？最先就是啥都要想，又想钱财，又想工作上是一样。走第一步就想，我想到撇球。到撇球这2回过去哦，不抢了，有问人有娃儿打丢就不跟了你。这2回我身体出问题，有人有这回球要求你，人不上来不就跟球到？就是30岁你没就结婚多久？对。哎，这个东西啷个说呢？也是社会的发展。你要走哪干活了？就是走挨个的过去啊。去做哪个？那个整水沟。整水沟，等到我那个路上去了。等到我。走了，老娘。过你往路走呀？啊？你是过你往路走的？遵义的。遵义哦。啊。你有好大年纪了？82。82了。耳朵不一好了。耳朵不太好。那我先走了，老娘。我先走了。没关系，你请我走，你给他借钱，他没关系。好。刚刚那个老哥他要去那边弄水去了，然后家里有2个老人，然后这个老人呢，他好像耳朵也不太好。据这个姓韩的老哥讲啊，他们这一群人在这个地方已经居住了几百年的时间，大概14倍、15倍的样子。那么换算下来呢，大概就是300年左右啊。我看到这个地形啊，我就知道不简单。果不其然，我一问他呢，他就说了，他的公辈，也就是刚刚坐在这个院坝的那个老人，他的父亲是地主，是这10里8乡的乡长。当时呢，买了非常非常多的土地，包括我们贵州的很多山都是他买断的，所以是一个挺厉害的地主啊。不得不说啊，虽然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到这种地方呢，觉得非常的偏僻，但是在远古时期冷兵器时代呢，这里却是一个上佳的居所。可以说整个周围的山林随便走哪里步行呢，都要走好几个小时才能出得了山，没有人能发现到这里。在崖壁上随便做一道门你就过不去，整个周围全是峡谷和崇山峻岭。
如果说给大家这么一个完美的居所，让你们在这儿来隐居，有没有人愿意啊？你们听说过鸡下蛋、鸭下蛋，听说过恐龙下蛋，但是你们有听说过一片崖壁可以产蛋的吗？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骷髅寨，就有一片崖壁呢可以产蛋，就是我身后这片崖壁，每给30年呢就会从崖上产下一枚蛋滚下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今天就来一起看一看。这里呢就是进入产蛋崖的一个大门。那看到这两边写的字没有？这个是他们水族自己的文字。这边呢是天公地母运寿崖吉蛋，这边呢是灵山水神乳绿野金秋，上边的横批呢是甲午端月云山雾景。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认识这些水文？其实不是啊，它这个边上呢有对应的汉字，看到没有？这边挂了好多的这个红布啊，然后都是很多人到这里来祈福的。哇，这里看到没有？这么多的石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蛋的造型啊，也是各有不同啊。那看到这个石蛋上边呢，有一横一横的这种纹路啊，就类似于咱们这个古树的那个年轮一样的，好像一沉呢就是一岁这个感觉哈。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摆着几枚石蛋，这些石蛋呢都是从上边那一片崖壁掉落下来的。那么每一个石蛋呢都有这种不同的这个纹路，这个真的像一颗蛋，尤其是像这一颗，大家看看边上有很多的这个龟裂纹啊，就像是古代的大鸟生下的蛋，然后成为了化石的这种感觉。怪不得呀，有人说这个蛋呢像恐龙蛋。看到前边那个地方没有？这些地方呢也摆了有10来枚、数十枚的小蛋啊，上边也有。然后这里边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石蛋。那一片崖壁呢，上边那一片崖壁呢正在孕育一些石蛋，看到有些石蛋呢好像很快就要掉落下来的这种感觉。这个石蛋呢大概是每给30年呢就会往下掉落一枚，就是从上边那个崖壁上掉下来，直到现在呢都被称为世界未解之谜啊。甚至当地呢悬赏50万呢让人来破解这个谜团呢，至今仍未破解。听说呀，很久以前这里并没有人发现山下骷髅寨的一对水族夫妇呀，结婚了很多年之后呢，他们都没有小孩。有一天呢，这对夫妇的女主人呢就来到了山崖这里，看到这里呢有一处闪闪发光。当他走近一看呢，就发现这里有一颗石蛋，于是呢就把这个石蛋当作珍宝。他觉得呢这个是天公地母孕育的龙子啊，欣喜若狂。于是呢，他每天都跑到这里来抚摸这枚石蛋。没想到第2年呢，他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于是呢，这里被下来的蛋呢，就被他们都抱回家，视为很珍贵的东西呢，放在了自家的门口。有人就说呀，这个是不是古代的这个恐龙化石？实际上不是啊。有专家推测，产蛋崖形成于5亿年前，由碳酸钙分子在特定化学作用下渐渐凝聚在一起，结合而成。随着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啊，这些石蛋暴露于地表，最终呢因风化和流水的侵蚀作用而逐渐从崖壁上脱落。所以说呢，这些石蛋肯定不是恐龙的化石啊，因为恐龙距今最远呢也才2亿多年。我其实也注意观察了这些石蛋和岩壁的关系，它们的材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这一片崖壁上，为什么这些石蛋会脱落出来？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的石蛋？而这个石蛋呢，就像是亿万年前有人放进去的一样，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呀。我们注意看这一片崖壁啊，以前的时候它应该是一整块竖下来的，而经过千百年来不断的产蛋呢，你们看这一片崖壁呢已经凹进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已经产出来了100多枚蛋，那么这100多枚蛋放在这个位置呢，可能正好填平这一片崖壁。所以你们看，真的是像这一片崖壁孕育了这么多石蛋的这种感觉哈。仔细想一想，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怪不得他们当地人呢，把这个地方称作天公地母，把石蛋呢称为龙子凤女啊，还真的是像那么一回事的感觉。紧靠产蛋崖的是骷髅寨。
这个村寨呢，已经在这里有1000年之久。水族人的房子、衣着、生活方式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但唯独在咕噜寨呢，还有一个其他村寨没有的特点，几乎各家各户都收藏着从产蛋芽生出来的石蛋。咕噜寨的人啊，都以家里有石蛋为荣，因为只要谁家里有石蛋呀，谁家就能人畜兴旺，衣食无忧。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啊，都觉得很神奇，想把这个谜底解开。慢慢的呢，这个事情就越传越广，后来呢，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一探究竟。可惜谁也没有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为止，产蛋芽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它和安顺的红芽天书并称贵州2大未解之谜。